世间安得两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大家好，我是绿萝。常读诗的朋友们呢，应该听过这样一句话：男不读纳兰容若，女不读仓央嘉措。大情种纳兰的词呢，写尽了思念之爱的痛苦，而情僧仓央嘉措的爱而不得，又何尝不让人肝肠寸断？唯有爱情刺痛人心，也唯有爱情让人欲罢不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高原之上的仓央嘉措。仓央嘉措呢，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奴家的孩子，长相呢长得清秀，情感中呢又带了一些细腻。或许再长几年，他就会发生一段终身难忘的感情，然后度过平凡而又充实的一生。但是人生的转折点呢，早就已经被写下了。在仓央嘉措还在襁褓当中的时候呢，就被桑杰嘉措选中，成为了转世灵童，也就是未来的第6世达赖喇嘛。成为达赖喇嘛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他必须要远离父母，他必须要放弃世俗红尘的眷恋，还必须要隔离外面的世界，甚至是自己家乡那个青梅竹马的爱人。而这种早已被写下的命运呢，让仓央嘉措无法抵抗。尽管呢，他想过斗争，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，但是那些意欲将他当作傀儡的人呢，疯狂地折磨着这个孩子，杀死了他身边的贴身喇嘛，还把他关了起来，最后甚至呢，还杀死了他朝思暮想的情人，斩断了他最后的一丝念想。所以不得已之下呢，仓央嘉措还是妥协了，但是呢，他从此呢失去了快乐。当时的青藏高原之上呢，暗流涌动，而只是一枚棋子的他呢，只能通过写诗去表达自己对于爱人的思念。比如说，曾虑多情损繁行，入山又恐别倾城。世间安得两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在他的内心深处啊，可能到死都藏着一份对于爱人的遗憾还有愧疚。因为藏军呢跟蒙古军发生战争，藏军失败，流言呢就传到了康熙那里，说第6世的达赖喇嘛呢整天的花天酒地。于是呢康熙呢就命令说把这个人押到京城来。为了救仓央嘉措，护着他的僧侣呢死伤惨重，于是呢他就直接放弃了抵抗，说愿意选择跟随蒙古军呢到京城。南去之路呢漫漫无期，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一别呢从此就杳无音讯。有人说他逃走了，也有人说他其实是被秘密的囚禁起来了。我呢其实更倾向于他被人半路谋害了。因为仓央嘉措呢本来只是一枚可有可无的棋子，对于他的政治敌人来说呢，他死了自己的目的才能达到。所以就像他诗中写的一样，说白色的野鹤啊，请将飞的本领借我一用，我不到远处去耽搁，到礼堂去一遭就回来。可是仓央嘉措再也没有回来。